玉凤，我们知道华盛顿的枪击案已经震惊了全世界，怎么没想到2个国民兵竟然就这样当街被袭击了？现在川普气炸，他说第3世界通通不要来了。对，现在看到这个画面，你会看到说我们的国民警卫队他在巡逻的过程当中，竟然遇到了阿富汗籍的孤狼，然后呢，直接拿着这种强力的左轮手枪对他开枪。开枪之后呢，现在最新的消息是有2个国民警卫队的军人受伤，那其中一个女生呢是已经不幸死亡了。但是越来越多的画面出来，大家就讨论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他现在国民警卫队，他当时候有勤务吗？如果没有勤务的话，为什么要让他上街去呢？所以现在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说，他那个时候呢，并没有真正的勤务，而是一个什么高能见度的一个巡逻。也简单来讲，就像是我们台湾在治安的乐区需要看到什么？看到警察见警率，所以呢，现在在讨论一件事情：如果他没有勤务，为什么让他上街头呢？上街头遇到了这种状况，而这个画面出来之后呢，大家又想到说，到底这个孤狼是谁？如果他跟阿富汗有关系的话，那怎么会进到美国呢？难道他是非法移民吗 ？No， 他不是非法移民，他这个人呢，当初是因为阿富汗被转移到华盛顿州这个地方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以前可以说是美国的雇佣兵啊，对，那个时候美国想要在911之后呢，来进行对阿富汗的一个攻击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是什么所谓的零部队的成员？零部队呢，他就是阿富汗人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他在阿富汗的时候是帮谁工作的？帮美国人工作的啊。所以呢，他的队员常就要想说，那个时候在塔利班掌权之前，有成千上万的人争先要逃离阿富汗。他曾经帮助在机场的美军，而这个孤狼也是 GPS 的追踪器专家。说到底，当初就是美国人去扶植他的，就是他。对，这是当初他的一个部队。对，而他这个部队有没有？其实当初是这个拜登政府有一个特别的专案，叫做欢迎盟友。什么意思？因为神学士政权要去追踪这些美军的盟友，而他帮助过美军在机场驻守的时候，所以他是得到一个什么合法的一个居留资格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就用一个欢迎盟友的行动，让他们全部进来了。而这件事情是谁在任的？是拜登时期的欢迎盟友行动，所以现在谁要生气了？当然就是川普啊！川普又生气了，川普又说：“你看，当初这些人大家觉得有问题，那你拜登政府觉得没有问题，进来之后，你说他在这边有华盛顿州有没有租房子？有租房子，然后呢有没有生小孩？也有小孩，难道你觉得他就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吗 ？No。”他说：“现在川普政府定调这件事情是什么？恐怖攻击，什么孤狼？他觉得这是恐怖攻击。然后呢，就是让拜登给这些人来到了美国。所以现在来讲的话，他在他自己的社群的媒体 Choose Social 里面直接讲说，以后没有了，我现在要永久的 Post Immigration。你从这些他讲的很难听第3世界国家你要进来的移民，我全部都给你喊停 ，say no 了。而这件事情出来之后，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有很多阿富汗的人正在申请移民，而因为这件事情，他全部喊停。对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绿卡也不要想了，居留权你也不要想了，以后的公民权你更不要想了。所以呢，他就直接跟你喊，不可能。那这件事情的话，还有其他的国家也受到伤害你知道吗？现在其他的地方，包括这些旅行禁令的国家，包括缅甸啊、查德啊、刚果啊、共和国这些，还有苏丹、也门，这些其他我们都知道，他们美国政府对他们这些国家本来就有一些特别的想法，他觉得会不会造成国安的威胁？结果这一次阿富汗的这一个孤狼杀了国民警卫队，一死一重伤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川普刚好也找到了这个机会，直接喊停，你们一直在阻挠我，你们民主党一直说什么没有啊，这违反人权啊什么的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就是他们的人命，就是他们国民警卫队宝贵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在过去来说的话，在美国境外，美国大兵的生命是非常值钱的。没有想到，竟然国民警卫队在自己的国家也会发生这种事情 ，CPR 无救。现在来讲的话，这些人想要到美国去，也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了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